JP Morgan 的 CEO Jamie Dimon 警告，利率有可能会飙升到8%或者是以上。那如果真的涨到了8%的话，那不是会发生股灾了吗？那到底你怎么看呢 ？Jamie Dimon 讲了5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的飙升，使到美债越来越多，而这些财政赤字使到通胀上升。第二个是全球的军事化。那我们看到最新的以色列和伊朗中间的矛盾，还有美国的布林肯说乌克兰最终会加入 NATO， 这无形会增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势，不排除俄罗斯和 NATO 正面的交锋，引发第3次的世界大战。那虽然这个打仗可能还是有点遥远，机会也不是100%，但是就是因为已经有这个可能性，双方都会加强在军事方面的投入，军事设备的生产，这也会导致更多的通胀的压力。第3个，美国正在去中国化这一个供应链的重组，这个肯定也会增加通胀的压力的，因为以前在全世界自由贸易的时候，哪里生产最便宜，厂商就会到那里去生产。现在因为有种种的考虑因素，有可能是不想依赖单一的生产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正在为全世界可能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做准备，所以要把一部分的生产撤离中国。那我们知道中国的生产成本是最低的，当这些生产到了其他生产成本比较高的地方，自然这些产品的价格就会上升。而杰米·戴蒙又说了最后2个可能，就是第一个，现在全世界都要达到碳中和这个目标，因为地球已经不能够再忍受全球暖化这个现象。那中国已经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去做新能源的生产产能，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耶伦警告中国在新能源方面的产能是过剩。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中国的生产成本太便宜了，耶伦要想办法使到中国生产的产能缩小，但中国绝对不会因为耶伦的要求而把生产的产能缩小。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预测的就是美国带头会对中国的新能源的产品围堵，可能会增加关税，甚至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制裁中国这些新能源的产品，而同时要在美国和其他的地方投入生产这些新能源的产品，这些投入也会加快对通胀的压力。最后，当中国这些新能源产品的出口受到了阻碍，这会对传统的化石能源需求增加，也会提升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价格，对通胀带来更高的压力。所以综合这5个因素的话，他说到最坏的打算是通胀持续的上升，而美联储为了要控制通胀，不但会延迟降息，甚至有可能把利率继续的往上调，最坏的可能是调到8%。那如果真的是调到8% 的话，这对债券和股票市场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众多的未来可能性的其中一个，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忧，但是也要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做好风险管理的准备。如果这个情景真的发生的话，那股票和债券都会崩溃。所以我们一贯的看法就是要分散投资，除了资产的分布要投在不同的板块里面，一部分是成长的10倍股，我们还是看好 AI 和新能源这些板块，另外一部分是要找一些过度低廉的有很大安全边际的资产，比如说现在的中概股、港股也是跌到了很便宜的地步，很多的基金大佬包括 Ray Dalio 都在不断的买入这些资产。当然我们不是说它一定会涨，全部 all in 一个股票或者一个板块，重点就是我们要分散，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明朗的因素是越来越多了。最近以色列炸了伊朗的领事馆，而且布林肯也宣布乌克兰最终会加入北约，而普京也说过，如果乌克兰加入了北约，俄罗斯会向北约开战。那下一步美国会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呢？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会不会引起第3次的世界大战呢？那这个局面的确是越来越不乐观，第3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几率又大了一点，我们又离战争迈进了一步。最使人担忧的是，美国布林肯可以在这么紧张的局面的时候说乌克兰最终会加入北约。他这样一说的话，
俄罗斯是不可能停战的，乌克兰也不可能停战的，因为乌克兰要取得胜利，最终就能加入北约。俄罗斯也不能放弃完全的战胜乌克兰，因为一旦放弃的话，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整个北约和乌克兰就捆绑在一起了。所以双方的立场是非常的鲜明，普京也是说到明白，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他就会直接的跟北约开战，而北约的条约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等于是跟北约的每一个成员国宣布开战。所以一旦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俄罗斯跟北约开战了。那我们看到西方欧洲这个紧张的局面，而在中东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哈马斯的斗争已经是延续了快半年了，中间也引起了很多中东或者穆斯林国家的反对，中间这个敌意是越来越升温了。在这么紧张的一个局面下，以色列又主动的去轰炸了伊朗的领事馆。伊朗说过一定会报复，那如果伊朗报复，以色列又报复，双方是没有了结的时候的。那还有一个没有发生的，但是布林肯可以随时改口，使到我们担忧，如果美国改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这肯定会改变台湾的现状，也很有可能会引发台海的局势。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在过去2年都是尽量的在脱钩，不是你掐我脖子我掐你脖子，就是把供应链撤离中国。其实这些行为也是为紧张的局面火上加油。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产品不再出口给美国，完全跟美国脱钩了，这个时候中国对台湾更加是没有任何的顾虑了。中国人有句话叫投鼠忌器，就是你看到一只老鼠的要去打它的话，还是怕这只老鼠的床边还有花瓶啦、古董啦，你要打那只老鼠的时候会把那些古董打坏。那如果美国跟中国完全脱钩了之后，也就是说那只老鼠周围没有任何的东西了，那个人打老鼠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顾忌了。当然这里的老鼠不是指任何的国家、地方或者人民，只是用这一个中国的成语来做一个比较。之前美国还是大量的问中国进口产品，双方的贸易也是非常的紧密的，那个时候大家还要顾到整个局面。但是现在美国又不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围堵中国的出口，到最后如果美国没有任何的利益给中国的话，中国也不会给美国任何的面子。当然我们作为老百姓是希望和平的，一旦战争爆发的话，不仅仅是投资方面的损失，还有很多的人会因此失去他们的家人或者自己的生命。我们做老百姓不能影响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所做的决策，我们只能默默的祈祷了。那最近你去了中国旅游了3个星期，你有什么观察到的事情？那其实788旅游的时候是在观察市场的，因为我觉得其中一部分要投资在中国的企业，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市场、消费者的口味、科技的发展等等。所以最近的3个星期，虽然看起来我在中国大陆的旅游，其实我在观察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在这里很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我看到的就是中国经济没有外边讲的这么差，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消费和旅游了，日常的生活啊、工作啊都逐渐的回到了疫情之前的层面了。当然这个房地产的泡沫爆破对他们是有点影响，现在美国在制裁中国，出口少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是有点影响。以前赚钱可能是非常的容易，现在赚钱是难的。中国有一个特性，就是竞争是非常的激烈，不光是这几年，其实之前一直都是有竞争，其实是好的，有竞争就会有进步，有竞争消费者消费的时候就会得到更多的性价比。我们在中国消费的时候觉得他们现在的服务要比香港的都要好，而这个价格又是非常的低，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也改进了整个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外边的人包括耶伦是很难明白中国这一套商业的模式，他们觉得中国的产能过剩，其实这不是中国产能过剩，而是中国人更愿意把生产规模做大，降低成本。当然这会带来全球的竞争，而其他的国家竞争不过中国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中国产能过剩。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有一些中国的企业，现在他们的股价是严重的被低估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机会了。那最
最近的市况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七爸爸刚回来，我就已经抓住了他，问了他以上的这几个问题。那大家如果有问题想问七爸爸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我们会在之后开一个 live 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大家也记得订阅、点赞，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消息。